这个王八蛋，我是你大嫂啊！世人都称我为杀嫂专业户，可是遇到这样的大嫂，谁又能忍得住不出手？你是大爷啊！抽烟到外面去抽，别把家里弄得臭死了，老让我抽二手烟，你死别拖着我一块儿。就你这种人，又不做事，好吃懒做，光会向人要钱，你真是没用啊你！你会不会不好意思的你？我的名字叫李建民，是一个富二代。年少时为了梦想，独自到美国经营父亲的餐厅，结果交友不慎，不仅败掉了父亲的餐厅，还摊上了人命案子。刑满释放后，我打算到香港发展。当年父亲将香港的酒楼分给了我和哥哥李伟民，在哥哥的打理下，香港的酒楼十分红火。这次我来并不是想跟哥哥争酒楼，而是想让哥哥帮助我做点小生意，等我做出成绩后，好改变家人对我的态度。可是大嫂一听我要钱就变了脸色，看来大嫂是担心我跟大哥争财产，并且极力建议我回到老家帮助父亲。我不想让大哥难做，就回到了老家。可是父亲不由分说就开始教训我，你这次回来想分你大哥财产啊？美国那间餐厅都被你败光了，整天和那些猪朋狗友到处鬼混，三天两头打架，弄得要去坐牢。哎呀，老头子！父亲和大哥实在听不下去了，都出来替我说话。爸爸，别这样嘛，给弟弟一个机会。我自然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我不是要分大哥的财产，我只是向他借钱做生意，等我赚了钱马上还给他，这样都不行啊！在母亲和大哥的劝说下，父亲也想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可他千不该万不该去问大嫂的意见。如果他真的改过了，为什么不回来帮你们呢？为什么要向他大哥要钱？阿爷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兄弟如手足。既然大哥有，做弟弟的也要有一点。何况这些钱是他爸爸，他也有一份。孩子都叫你给宠坏了。阿燕说的对，为什么不回来帮我们？这是慈母多败儿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先跟着大哥回到香港，再想办法。我住在大哥的家里，是因为这套别墅也有我的一半。可是大嫂却十分不讲理，天天跟大哥吵架。我实在忍无可忍，就出来与大嫂理论。你们凭什么要赶我走啊？这间房子我有一半，如果你不痛快，随时可以走。哎呀，你看看是不是？干嘛弄得这么僵呢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哼！看在大哥的面子上，我也没有跟大嫂一般见识。本以为我不去招惹大嫂，大嫂就会收敛一些。可每次大嫂回家后，都要对我破口大骂。据说我并没有跟她一般见识，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可大嫂却越来越过分，说出了我最不想听到的话。我实在忍无可忍，就对她动了手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坐过牢啊？不是吗？囚犯！囚犯！囚犯！没判你啊，终身监禁啊，算你运气啊！你出来有什么用啊？什么都不会做，只会向人要钱，你根本是废人一个！现在就把你放出来，你该偷笑你！给我闭嘴！我偏要说囚犯！他妈的！可没想到大嫂就像一个疯狗一样扑向我，我一下将她推开，没想到她的脑袋恰好撞到了桌角上，眼看她的脑袋受伤，我急忙道歉。然后到屋内寻找跌打酒，可当我回到客厅的时候，才发现大嫂居然没气了。看着大嫂的尸体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此时大哥在外出差，还不知道这件事。就这样，我一直呆呆地看着大嫂的尸体，来到了凌晨2点，大脑中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随后我便将大嫂的尸体扛到洗手间，拿来电锯将它分解，然后趁夜来到西环码头，将他丢进了大海。事后我便乖乖地回到了父亲的酒楼打杂。今天突然一个叫阿梅的女孩向我求救，我见阿梅长得漂亮，跟踪她的也不是好人，就打算帮她一把。二位，等我表妹啊！干什么？还不滚？我们来饮茶行不行啊？是啊，饮茶不行？不行。好，走就走。哼。晚上下班以后，我担心那2个人再次找到他，就打算送他回家。果然在半路上，那2个坏人再次出现，身强力壮的我狠狠地教训了2人一顿。把阿梅送回家后，我就询问她的职业，她尴尬地告诉我她在酒吧陪酒。我并没有在乎她的职业，并且
把我自己包装成有志青年，吹嘘了一番。到这里本来会发生点什么，但是我还是理性的离开了这里。临走时看到他娇羞的样子，就知道有戏。可当我回家时，父亲告诉了我一个噩耗。你大哥打电话来说你大嫂失踪了，叫你回香港协助警方调查。知道了。我明天回香港。原来就在前2天，大嫂被人打捞了上来。由于我将她分解得很彻底，所以一时无法确认身份。而大哥发现大嫂已经2天没回家，就开始询问大嫂的朋友。三姑啊，阿燕是不是在你那儿打牌啊？没有啊。谢谢。爸爸。于是大哥就报了警。负责这个案件的欧阳恰好也在调查浮尸案，很快他就把这2个案件联想到了一起。心里有鬼的，我并没有回到香港，而是在附近躲藏了起来。可能世界上真的有缘分这种东西。我又在路上遇到了阿梅，阿梅很是疑惑，为什么我带着行李？我谎称是跟父亲吵架，要回香港发展。阿梅见状就邀请我到她那里暂住，我只好勉强答应下来。次日，我在酒吧门口等待阿梅下班。那天跟踪阿梅的2个坏人又带人来找麻烦，我立刻出手和他们扭打在一起。眼看阿梅从酒吧出来，我急忙拉起她逃跑。经历过这件事情以后，阿梅更加自责，认为是自己连累了我。为了安慰她，我就把自己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我比你更惨，我在美国杀过人，坐过6年牢。杀人？你不相信？以为回到了香港可以重新做人，可是没想到所有人都瞧不起我。好，把我逼成这样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我还是要继续活下去。你为什么要唉声叹气呢？我们2个掏心掏肺后就放飞了自我。次日，大哥也从香港赶了回来。此时父亲才知道我并没有回到香港，而警方也已经确定大嫂已经被谋杀。现在我也成为了唯一的嫌疑人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我的筷子掉到了地上，就在我捡筷子的时候，发现大嫂居然出现在桌子底下。我强装镇定，告诉自己这只是幻觉，再次到桌下查看，果然大嫂不见了。可我抬起头来时，大嫂却又出现在我的旁边。次日，负责这个案件的欧阳也来到了老家，一起寻找我。就在我和阿梅逛街的时候，被正在餐厅吃饭的欧阳发现，我见势不妙，撒腿就跑，而欧阳却在后面紧追不舍。跑到天桥的时候，我一把抢过了妇人的孩子。别过来，我会扔下去。裤子脱了。就这样，我趁这个机会成功逃走。回到阿梅的住所后，他就询问我，香港来的警察为什么要追我？我谎称自己与他人打架被通缉。阿梅对我十分信任，并没有怀疑。从此开始，大嫂的身影总是会出现在我的身边。这一次，阿梅居然也变成了大嫂的样子。此时的我已经变得十分癫狂，根本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。抄起菜刀就要将大嫂再次分解。阿梅见到我癫狂的样子，直接被吓跑。或许是我的喊声太大，居然吸引来了警察。就这样，我被他们殴打一顿后丢进了监狱。家人得到消息后来到看守所看我，我感觉十分惭愧，就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爸爸，我知道我以前很坏，让您生气。我刚出狱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想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可是你一直没给我机会，你没有。幸运的是，小燕并没有因此抛弃我，父亲也答应我，回到香港后会利用超能力将我保释出来。我自己也暗暗下定决心，以后会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我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